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中东的战局。现在大陆的军武是正式打入了中东的市场吗？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哦。现在在中东，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有一个历史性的翻转事件，就是当时大家还记得吧？以色列不是空袭卡达吗？那空袭了之后，沙烏地阿拉伯开始对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就相当的。没有信心哦，是立刻和巴基斯坦闪电签署了这个共同的防御条约。这个防御条约的条文就是说，你未来只要是以色列打了沙国，就是打我们巴铁，那等于是双方宣誓同盟哦，两国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那同时也是巴基斯坦会提供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核保护伞。这个宣誓的延伸，这一刻也代表大家来做关心的，就是大陆的武器是否未来会正式的进军到中东国家去呢？因为巴基斯坦大部分都使用中国式的军武，那这一回他又牵手了这个巴铁哦，等于是代表中国军工将全面的进驻在阿拉伯的国家吗？其实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，沙烏地阿拉伯过去都是美国很重要的军火的仓库，不管是它的空军主力使用的是阿帕奇，或者是导弹装备。使用响尾蛇，但是呢，现在做出了一个很大的翻转，沙国的军火库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武器。这当中，我们来看到，不管是东风飞弹，或者是彩虹它的无人机、红旗防空系统等等，这一系列全部都是大陆的武器。这一回沙巴牵手，是否也代表中国正式主导中东的军火链？苑老师怎么看？这个我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哈，沙特这个国家的话呢，没有武器，但是它有很多钞票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。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，因为沙特的话呢，感觉上如果美国对他不完全信赖，而且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，再加上伊朗对沙特有威胁的时候，所以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，沙特曾经跟中国买过东风3型的导弹，射程3000公里啊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是中国第一笔这个出口军火的。当时的话呢，中国本身叫价的时候伸出一个指头啊，那个。当时中国心里想的是1000万，结果沙特想的是1亿啊，就买了35颗，送来了35亿美元啊！大家中国发觉哇，原来军火生意这么好做的，这个改变的啊。这里面的话呢，我要强调3个重点了。第一个重点的话呢，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呢，尤其是沙特经过了这个盖达的这个被以色列轰炸以后，发觉美国的武器啊，其实就打上一个大问号。美国自己也很后悔，以色列做法实在太不给面子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沙特跟巴基斯坦签约，表面上强调巴基斯坦是所有回教徒国家里面唯一拥有核武的啊，那是受到了一个保护，因为以色列是有核武的国家，但是沙特其实呢是看准了这个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合作的关系。那另外第3点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，里面沙特有一个很大的采购团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为他们而自己包，沙特包了一个地方，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都是黑布。然后呢，中国本身把它要卖给沙特，就装到这里头去。沙特那个几个阿拉伯王子看清楚以后，那下单采购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，当然对于沙特来讲，就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嘛。那沙特会发觉说，经过了武器空战以后，跟巴基斯坦的信心大增，同时的话呢，要了解自己要做给美国看，你不能够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头，因为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。然后沙特本身现在基于巴勒斯坦的问题，它非常尴尬。本来有个亚伯拉罕计划当中，沙特跟以色列快建交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搞到这种情况下，所以说大家一直在问我说，那个阿克萨洪水啊，那个2年前的这个10月7号，为什么这个哈马斯要攻击以色列？原因就是不让沙特要跟以色列建交，现在达到的目的，但沙特为了自保，必须要买中国的武器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对，所以现在许多的沙烏地阿拉伯啊、阿拉伯的世界的国家，现在对于这个美国的不信任，是否这个在军武上，等于是在此刻开始来逐渐的替换，由中国的武器来替换上呢？等一下我们来继续请汉庭来带我们看。尤其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在空军的部分，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最新有一个宣布了，金额是30亿美元，他要来采购50架彩虹7逆中无人机，甚至说要买大陆的歼35，重点是大陆会不会卖啦？因为我们来看到歼35是大陆非常核心的一个战机，也是它的第5代的逆中战机。如果沙国真的买到了，那是等于是大陆第一次外销它的5代战机。那目前确实呢，歼35正在下水饺般的做量产，编号推算已经有超过60架，而且速度到底有多快哦？这个72个小时就可以造出1架，它也目标量产的这个数量，2026年达到年产可以达到100架。如果歼35真的出口出去了，也代表说可以打破美国的垄断吗？那真的大陆会卖吗？汉庭又怎么看？
沙特呢，它本来是美国的 VIP 客户，就是它大部分的东西都购买来自于美国。但是最近呢，沙特它逛着逛着逛到了中国的武器店，就买了大量的大陆的无人机啦、防空系统，而且现在还可能进一步的扩大采购。因为它为啥这个样子呢？主要就是因为过去购买的经验不好。比如在2022年当初发生也门的袭击事件的时候，它跟美国买的这个所谓爱国者防空系列不好用，对吧？所以觉得美国不靠谱，而且过去常常跟美国这家店购买 F-35被拒绝。而且美国常常要求东要求西，甚至还可能在卖给你的东西上面暗藏一些软件啊！你如果要拿来对付以色列，你这个武器就通通报废不能用。哇，那谁敢再跟美国买东西呢？那反观中国大陆。中国大陆它反而提供了一个体系化的打包方案，所以它不仅是卖单一武器，它是卖完整的作战体系的解决方案，战机加防空系统，再加无人机，再加数据链，一体打包。所以包含了是所谓的歼35隐形飞机，还有呢红旗9B 防空系统的组合，能够直接的来帮该国建立从高空到低空的立体防御网。所以这当然就比美国单纯卖1件2件的更加具有吸引力。那沙特到底会买到多广或多深呢？在技术上，就买部分的是可以啊。那你说全买或全部借用，也非一夕之功，因为目前已经买过了无人机啦、什么地对空系统啊，所以技术上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要全面接入中国大陆的作战体系，你要把包含什么后勤啊、指挥链啊、资料联网这些作战标准全部都换过来，那恐怕也是需要比较久的时间。它不像你就单纯买一个飞机这么快。那政治上呢，当然也很敏感，因为这就会得罪美国。所以美国搞不好也会对你采取其他的一些报复，因此更加有可能的大概就是双轨，它继续维持跟美国购买部分的东西，也继续跟中国大陆买更多的东西，所以混合的采购。那至于像是歼35，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去卖给其他地方，如果真的要卖给沙特的话，比较有可能是降规格的，或者是有条件式的这种分批次的，所以不会都是一步到位。是好，对于沙特来说，在政治上面的考量，所以他之后可能会压2国的武器，不管是美国的武器或是中国大陆的武器。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，中国大陆卖的是这个体系化的一个作战的武器，那这样就可以碾压来自于以色列的美制武器吗？干哥又怎么看？还是需要时间啦。我来解释一下。是，所谓的歼35的出口，大家要了解，美国的 F-35跟它是同级的。但美国的 F-35，它需要10几个盟邦一起来加入计划，否则计划推不动，太贵了。那么歼35需要多少盟邦一起来帮忙，它才推得动？你用这个逻辑去想，就比较能够了解现代战机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面去看问题。所以，就算沙烏地阿拉伯他想用歼35来赶快去弥补第5代战机的破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也就是说，中国能够在自己自力更生的情况之下，发展出的第5代的歼20跟歼35，再发展出第6代的歼36跟歼50，那都不是容易的，因为那叫一国的国力。美国的国力已经告诉你，我没有办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发展这么多东西，各盟邦过来出钱。你们不出钱的话，你们就买不到东西。日本乖乖的，马上就奉上了。日本是第一个，英国是第2个，德国现在还在看，其他的盟邦通通都付钱了，意大利都付钱，才拿得到 F-35。台湾想给钱，他不要，再排到第20几名去。所以大家晓得说，歼35就算它能够打开国际市场，但它还有一条长路要走。所以大家现在心里要有一个正常的、正确的观念。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彩虹七，彩虹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一的一个架构。为什么？因为彩虹七是一个重型攻击机，它有点像中国海军的攻击11一样。彩虹七它本身它的重量就重达8吨，那个是跟战斗机一样大的东西，所以它绝对没有那么单纯是当做无人机来用。它最后可能会真的变成有人跟无人搭配的情况，所以沙烏地现在在看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它已经操作了翼龙无人机2型，已经到了5000个小时了，
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也没有在睡觉，所以它将来它不但是1龙2、1龙10、彩虹7，像这些将来可以在什么？可以在沙漠地带真正发挥作战功能的这些无人机，是它应该要下手的，而不是歼35，还不到那个地步，要一步一步来。因为沙烏地它也有中国的那个东风系列的飞弹，但是东风系列飞弹不是可以随便拿出来，那是战略级的武器，那个除非要跟以色列拼命才会拿出来用，但是永远不会有这一天。所以发展有效的无人机，高低配，用彩虹7来配1龙2，那才是将来战争真正的面向跟太阳。所以它跟巴基斯坦成为了这个战略伙伴的关系之后，又有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的背后的隐藏的加持，我觉得沙烏地阿拉伯在地区上的那个地位会慢慢的增加，尤其是他如果说转向了中国，在中国的市场上面多买一些中国武器的话，其实对他将来的防卫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对于中东国家来说，现在他们也做了许多的调整哦，在政治上面，不管是支持美国或者是支持中国，他们也开始做了全新一番的调整。那当然了，这也会影响到他们军事武器上面未来的采购。那政治上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个中东的局势，现在好不容易说以哈终于是已经停火了，那国际刑事法院 ICC 这时候在停火之后开始要追杀这个纳坦雅胡，说他犯了战争罪。但是这个时候唯一挺纳坦雅胡的还是川普了。川普呢特别在这个镜头前面呼吁说，大家应该要挺纳坦雅胡。那包括了这个以色列的国会也呼吁了，这时候我们大家应该要赦免他才对。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揭露，并且分析说，川普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和平，而是希望能够帮纳坦雅胡来脱罪做铺路。那听到了这些话之后，其实穆斯林国家都非常的生气，就说呢，如果未来呀，纳坦雅胡只要出席一些集体的集会，他们就会一起来缺席。川普真的有能力可以保护住纳坦雅胡吗？吴老师怎么看？我们观察国际关系啊，纷纷扰扰就看不清楚嘛，所以要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就是个人层次、国家层次跟体系层次。那你刚刚问的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是2个人，所以是个人层次。当然，这个个人不是像我们这些普通人，我们有影响力嘛。我们观察这些人是国家领导人啊、派系领袖啊、宗教领袖啊。那这2个都是2个中东很重要以色列国家，很强大，美国当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嘛。那他们2个人呢，如果有自己的彼此的利益啊，或者恩恩怨怨等等的话，仍然受到国家的牵制。这个国家牵制，纳坦雅胡你刚刚有提，他国内的人对他不见得满意或者不满意都有力量嘛。川普也是一样啊，所以他们有说他们国家内部的这个牵制。那现在我现在看不出来，但是我知道要观察这些因素。当这因素把国家因素放进来之后，再把每一个国家因素放进来之后，就看到整个体系。中东地区很复杂，是因为他们彼此国家可能这个制度不太一样，有的比较偏民主一点啊，有的还是非常宗教部落国家，那有的是专制，有的比较民主一点，那还有宗教也有不一样，然后还有大国小国之间有的距离远，有的距离近一点的摩擦就比较大，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。